南亚大陆，印度，人群沸腾，欢欣鼓舞。一项联合国数据新鲜出炉，彻底点燃了印度民众的激情。据悉，印度极有可能取代中国，成为全球人口第一的国家。印度的大国梦似乎近在眼前。然而，美梦还没持续多久，便被美国媒体无情打破。美国媒体斩钉截铁地指出，复刻中国的发展奇迹不过是印度的痴心妄想。在印度的大国梦背后，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复杂现实。说起印度的大国梦，还得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。1947年，印度独立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正在悄然酝酿。多年来，印度深受殖民主义困扰，却又免不了受到影响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成为了英国大国抱负的继承者。印度坚信，广阔的世界舞台之上，必定有印度的一席之地。80年代，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，很快便取得了耀眼的成就。而中国的成功激励印度眼红不已，又在某种意义上鼓舞了印度。原因无他，在印度看来，自己几乎是中国的孪生兄弟。中国历史悠久，儒家文化举世闻名，而印度的历史也同样不短，并拥有着独特的佛教文化，同样是文明古国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地域宽广，而印度的国土面积也同样不容小觑，并且与中国类似，印度既有海洋，也有陆地。单就地理位置来说，印度的确具备着一定的影响力。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地带，北部以喜马拉雅山为界，东部濒临孟加拉湾，反过来向西走还能望见阿拉伯海。至于南边，则是印度洋的地盘。将近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，虽然比不上中国，但也实属重量级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南亚诸国里，印度在方方面面都堪称首屈一指。随着政治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强，亚洲整体的战略地位也日益凸显。一个亚洲的大国确实也有可能跃升为世界大国。1991年，印度启动市场化改革，推出东向政策，正式踏上了寻求大国地位的艰难之路。市场化改革只是第一步，经济是任何大国腾飞的基石。经济发展后，印度卯足了劲儿，开始提升军事实力，目标就是称雄南亚，再以南亚为起点，真正走向世界。为此，印度在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，轰鸣的巨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政治强人莫迪上台后，更是加快了印度的追梦步伐。于是，印度制造的重要概念应运而生。莫迪将中国视为印度最强大的对手，爆出豪言壮语，发誓要超越中国，将中国制造踩在脚下。为此，莫迪忙着招商引资，恨不得敞开国门迎接八方来客。而莫迪政府的努力似乎也取得了相应的回报，多家知名国际企业重新制定发展方略，正式进军印度市场。就连向来依赖中国工厂的苹果，也高调宣称未来属于印度。再加上印度人口激增，看起来印度似乎离梦想越来越近，假以时日就会赶上中国，成为新的亚洲之光。然而，印度的美好幻想却被一家美国媒体无情戳破了。这家唱衰印度的媒体来头不小，就是大名鼎鼎的《华尔街日报》。其实，这家报纸的态度清晰明了，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印度没能力成为下一个中国。印度所谓的大国之梦，至今看来仍是虚无缥缈的空谈。美国媒体之所以这么说，主要有3点原因：一来，印度国内经济环境太差；二来，印度的社会内部潜藏着无数危险因素；三来，印度的国际地位也远远不似想象的那样乐观。矛盾重重，恐怕是概括印度社会的最好词汇。先说经济，印度经济的花团锦簇更多是一种刻意粉饰的假象。尽管 GDP 有显著提升，但印度欠下的债也不少，政府债台高筑，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不断攀升。为了建造大规模的基建项目，印度政府入不敷出，完工却遥遥无期。不仅如此，印度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，国内储蓄量总体偏低，给扩大生产造成了严重阻碍。说白了，印度制造的品牌仍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空架子。更要命的是，印度依旧没有摆脱外资地狱的称号。外国资本蜂拥而至，这不过是前奏。实际上，外资在印度的发展状况相当堪忧，大多虎头蛇尾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最后落了个仓皇撤退的尴尬情况。归根结底，是因为印度顽固的贸易保护主义。若是纵向比较，相较于以往的自己，印度的确有所长进，开放程度提升。可是，一旦横向对比，印度便不占据任何优势。贸易壁垒像是无法抹去的诅咒，依旧镌刻在印度的骨血之中。对于那些来投资的外企，印度依旧抱着宰客心态，不仅想方设法提高税率，还绞尽脑汁制造官司和冲突，达成印度赚钱印度花的最终效果，堪称荒谬。长此以往，印度经济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支柱性产业，始终是一盘散沙。另外，印度的基础设施也是个大问题，想要发展制造业，就得有相应的电力与交通资源。可是直到今天，印度民众也需要承受时不时停电的困扰，交通更是一团糟。印度火车的拥挤与缓慢可谓人尽皆知。基础设施的缺乏让印度制造业的成本不断增加，不利于形成竞争优势。但是，想要发展基础设施，政府就得欠债，短时间内这个恶性循环无法被打破。
除了摇摇欲坠的经济之外，印度的社会民生也危机重重。贫富差距、宗教冲突与种姓制度就像压在整个印度身上的3座大山。这些矛盾既彼此独立，又盘根错节，相互关联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是无法轻易解开的死结。这些问题造成了诸多连锁反应，阻碍印度向大国迈进。比如，贫富差距滋生了教育不公平，种姓与宗教的矛盾又让女性坠入深渊。这些现实不仅与现代化背道而驰，违背了文明国家的基本定义，更是造成了最直接的经济损失，足以令印度沾沾自喜的人口红利失效。此前，苹果就在印度吃了大亏。印度工厂的工人虽然便宜，但是由于缺乏教育，劳动力素质整体不容乐观，因此组装出来的手机大多有质量问题，品控极其不稳定，距离中国制造还有着不小的差距。许多欧盟国家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不要印度货，只要中国造。这下苹果简直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印度制造的种种弊端，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技术的持续升级，将逐一显现。倘若这种状态持续下去，印度的大量人口非但无法帮助印度崛起，还有可能成为最大的累赘。更要命的是，除了千疮百孔的国内情况外，印度在国际社会上竟然也屡遭嫌弃。一直以来，印度都是多边主义外交的忠实信徒。印度的多边主义本质上就是在国际上耍手腕、玩平衡，谁也不得罪。印度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，却碍于中国的强大，也不敢真正和中国叫板。从明面上看，印度是美国的小弟，是美国印太战略里不可缺少的一环，但实际上，印度与美国也是塑料兄弟。印度暗戳戳对美国心怀不满，逮到机会就想敲美国竹杠，相当虚伪。但是对于这种墙头草式的外交战略，印度却相当得意。印度认为这是最明智的选择，能够帮助印度在各方势力之间游走，将利益最大化。可是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尽管印度对国际事务跃跃欲试，但意愿和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。相比中美这种真正的大国，印度的经济实力有限，国内麻烦不断，腐败严重，很难在国际事务中有真正的话语权。另外，印度内部的精英们对于究竟该如何参与国际政治，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。印度政治本就存在着鲜明的脆弱性，不同的政治力量相互角逐，彼此牵制，常常令整个国内乱成一锅粥。这种恶劣影响同样蔓延到了国际问题的意见上。不同的政治力量往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，从而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。实际上，印度是既没有美国的实力，又继承了美国政治的缺陷，不上不下，空有光鲜亮丽的所谓民主外壳，没有真材实料。不仅如此，印度周边的国际环境算不上友好。尽管近年来明面上的冲突减少了，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，印度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极为剧烈的认知偏差。一不留神就把大家伙得罪个遍。除了明里暗里找中国的麻烦之外，印巴问题至今也仍未解决，这是印巴分治所带来的最强烈后遗症。印度与尼泊尔及孟买的关系也时好时坏，领土争议至今仍未解决，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。从目前看来，印度似乎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。在地缘政治博弈的大背景下，印度的左右摇摆更是令大国不满。美国想要强迫印度站队，印度所谓的独立自主已经渐渐出现了裂痕，显得尤为力不从心。无怪乎有人形容印度是在国际舞台上战战兢兢地走钢丝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处理能力毋庸置疑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远远高于印度。若是强行将印度与中国进行对比，实属碰瓷。未来印度究竟会走向何方，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